夫人，您还是出去吧。侯爷未归，小侯爷和少夫人在等您拜高堂。这是我从前的大巫，我竟然重生了。我是侯府主母，上一世我精心教养的独子，却在考上状元后，非商户女子不娶。母亲，金珠虽是商户之女，却不拘礼节，灵动可爱，我要娶她。为了她，我愿意放弃状元郎的身份，从此不问仕途，辅佐金珠专心经商。胡闹！我不同意！我拼命想她拉回正途，却被传语儿子争宠，成了全京城闻名的恶婆婆。不，连自己儿媳都容不下，不配做侯府主母。文渊，我是你的母亲，连你也不信我吗？母亲，京城人人都传你善妒搓磨儿媳，金珠是我的心上人，为了金珠，我宁愿没你这个母亲。最后被休，羞愤自缢。夫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再不出去就误了吉时了。我竟重生回了邵文渊娶阮金炉的那天。前世我被邵文渊执意娶商女，气得大病一场，他却在门外长跪不解，美其名曰全孝道，实则是架火烧我。母亲，您若不坐上主位，我便长跪不起，不拜这高堂。到时满堂宾客会怎么看您？最后我强撑病体出席，却因严庄迟到误了吉时，落了个恶婆婆的名头，被全京城耻笑。大喜的日子，心腹还未入门，便给人摆谱，还侯府主母呢，简直就是个恶婆婆。好儿子，你既然想成婚，那我便成全你的孝心。苏嬷嬷，不必换这身衣裳了啊！那您就这样穿着礼衣，披着发去，这多识体面啊！前世我不愿让人瞧见我狼狈为良，而严庄出席，却遭人耻笑。可这一世，我不要这虚伪的体面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孝顺的状元郎是如何逼迫他重病的生母的。走吧，不是说在等我吗？可不能误了吉时啊！天哪，侯夫人怎么病成这副模样了？我早听闻是被儿子给气病的，身为嫡子，非要娶个商女，这谁家受得了？方才小侯爷还言之凿凿，说母亲是赌气不肯出来，逼得他在外长跪。如今看这情形，分明是仗势逼命啊！你看看你，这般不修边幅就闯出来，丢尽了侯府的脸面，成何体统？老夫人素来不满我只生了一个儿子，便伤了身体，连累侯府子嗣。前世她就是因为阮金珠好运，成了阮金珠打压我最得力的武器。这一世，我会让她成为阮金珠最怕的噩梦。是儿媳不中用，病得起不了身，本不想让大喜的日子沾染晦气。侯爷征战未归，本该婆婆您做高堂压场，可文渊这般赤诚的跪在门外请我，我这当娘的实在不好辜负了他的一片孝心。婆婆，儿媳这副残躯怕冲撞了喜气，吉时紧迫，儿媳实在来不及严庄，还请诸位贵客原谅妾身失礼。这哪是失礼，这是被逼无奈呀！旁人都能看出来邵文渊对我是如何敷衍冷漠，对我报以同情。可上一世我却半点没发觉，掏心掏肺对邵文渊，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瞧瞧，这新媳妇不做花轿不遮面，骑着大马就进门了，这是哪儿来的野路子？人家说了，状元能打马游街，他为何不能？当真是把侯府大印当成了如意算盘。阮金珠想要打破高门规矩，自以为特立独行，殊不知这京城最是重礼。此时他恐怕无比后悔，旁人的讥讽如此清晰，他的脸面已被自己踩进了泥里。行了，吉时快到了，赶紧入正厅拜堂成亲。瞧他这模样，怕是恨我恨得牙痒痒，就连练习数月的完美笑容，此刻都比哭还难看。瞧，刚刚好。若真待我梳洗一番，你们又不肯拜堂，误了吉时，岂不全是我的过错？原本以为今日起不来，这心腹礼等明日敬茶再给。既然文渊非要我现在受礼，那这镯子便先给了你吧。这可是侯府传给嫡长媳的宝贝，
母亲终究还是认了金珠。拿个二手进货在这么多人面前打发我，苏一心，你诚心羞辱我没见过世面吗？谢母亲赏赐，只是金珠虽是商女，也是明媒正娶。这玉镯虽贵，可将他人带过的二手之物赐予心腹，实属不妥。恕金珠粗手粗脚，这福分我恐怕销售不起。他竟然真的砸了，那是开国皇后赏下的传家宝啊！瞧他那副死不认错的样子，还以为自己多豪爽傲气呢，这就是没教养。前世我怕家丑外扬，拼死为他们圆谎遮雨，如今没有我挡道，阮金珠这所谓的豪爽傲气，在贵人的眼里不过是无知者的笑话。大胆！你父母便是这般教导你对待尊长赏赐的吗？金珠，此乃少家传家宝，开国皇后亲赐，历来只传长媳。你怎么把它给摔了？我瞧这玉质并非上乘，哪里够格传家？我阮家前些日子得了一块极品料子，不如打一对新的赔给母亲便是了。无知蠢妇！皇后亲赐的皇家颜面，岂是你那上不得台面的臭石头能比的？母亲息怒，金珠只是大意，将此镯金镶玉，尚能……夫人被气死了！我故意吐血，就是为了让众人瞧一出新婚当天心腹砸了传家宝，老太君怒摔龙头拐，小侯爷气死亲娘的好戏，乙方唱罢我登场。今日的大戏足以支撑京城未来半年的谈资，而这才刚刚开始。吐出了胸中这口淤血，我这身子竟比之前利索多了。3、5天的时间，外面的天怕是早就变了。夫人，老夫人那边……走，去请安。这镯子竟被包金修复好了，还变得比从前更华贵了。镯子碎了，老夫人都能原谅，只有一种可能，阮金珠怀孕了。前世阮金珠怀胎8月便生了，我悉心照顾仍被怪罪。可如今想想，前世她分明是足月生产，却害怕婚前做的丑事被发现，于是便假借早产，故意害我被责怪。你身子可好些了？这些日子都是金珠贴身伺候我，这才是做媳妇儿的样子。这是在点我吗？想要我这高门嫡女也来给她成婚定喜？大夫说我病狠了，至少要休养3个月。既然你身子不好，管家的事儿就交给金珠吧，她是侯府未来的女主人，该上手了。好啊，儿媳这么多年积劳成疾，金珠愿意分担，我高兴还来不及。他们祖孙合力要将侯府的中贵从我手上咬下来，却没料到我竟答应得如此爽快，怕是心中起了怀疑。侯爷不在，府里冷清，我打算回娘家苏家养病，等好利索了再回来。这怎么行？此病来势汹汹，万一病气冲撞了金珠，伤了文渊的子嗣。既然如此，你便快回娘家吧，越快越好。此去，我还想把文胜带去。为何？一个身份卑贱的庶子，你怎么突然想到他了？邵文胜是个藏拙又上进的蒙尘明珠，虽是庶子，却考上了探花。前世只因身世，才止步于3品，比眼前这个考上状元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更配当我的儿子。如今文渊已经成家立业，侯府只有这2个男丁，儿媳身为嫡母，自然要为将来打算。常言道上阵亲兄弟，以后他们同朝为官，不仅侯府显赫绵延，也能相互扶持。儿媳打算为文生与锦衣一亲。不行，我绝对不同意。锦衣是我的亲侄女，文胜是我的庶子，你这个已经退了亲的当事人，现在凭什么不同意？你竟然还在意他？我只是觉得文胜一个庶子，今年科举又颗粒无收，他一个破落户怎么配得上表妹的金枝玉叶？好一个金枝玉叶！前世你为了娶阮金珠傲人私婚，害得锦衣被全京城指指点点，一辈子陷于执念，而你却为了扬名，将他对你的情深传得人尽皆知，害得我母家与我彻底绝交。锦衣被你退了亲，坏了声誉，如今嫁不得如意郎君。我这做姑姑的生了你这么个孽子，惹下祸端，总得为他做筹谋。至于科举不顺，那不打紧，文胜自己钻研都能中举，可见是个读书的料。听闻姜太傅今年致训，我打算凭苏家的面子，请他老人家亲自为文胜讲课。3年之后，文胜必中。
凭什么？我的老师也只是国子监记者，他一个卑贱的庶子，凭什么能让太傅授课？母亲，您怎能如此不公？你身为嫡子，出生时就已经占尽了不公。你如今执意娶了商女为妻，往后文人清流只会嫌你满身铜臭。既然你选了阮家，还管老师地位高低做什么？你怎能这样说我？我才是你的亲儿子。文渊，你是嫡子，当以大局为重。往后文胜若能高中，咱们家兄弟双进士，也是光耀门楣的好事。母亲觉得呢？祖母，不愧是世家出身的女儿，格局就是大，难为你这么操心。祖母，这不可。有何不可？你许多年不曾归宁，这次回去必得多拉几车厚礼，替我向亲家赔罪。去，开了司库，把那对南海明珠和蜀锦都给夫人装上。凭什么？凭什么？邵文胜只是个低贱的庶子啊！这就受不了了。那之后你可怎么办啊，我的好儿子？谢母亲。邵文渊，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苏锦如？你选我的时候怎么不说门第了？你懂什么？那是姜太傅，我求都求不来的机缘。吵吧，闹吧，这才刚开始，我的好儿子。母亲，当年戴明凯将我的贴身丫鬟小棉纳入房中，后来小棉生邵文胜时难产而命，因着这层关系，我一直关照着邵文胜。比起邵文渊那个只会逼生母去死的白眼狼，文胜这孩子倒是从未失了礼数。一贤呐，我听闻你这一趟归迷搬了整整10车礼，这也太过了。咱们侯府虽然家底厚，也禁不住你这么搬啊。母亲，儿媳还正愁这礼备的太薄了，怕丢了咱侯府的脸面。这还薄？整个侯府都要被你搬空了。母亲的心意儿媳明白，可苏家好歹也是世家大族，若真要礼数周全，只怕母亲您那一整个司库搬过去都不够。所以我只挑了些精巧的送给父母亲近，母亲千万别自责，我父母开明，断不会觉得您失礼的。是吗？你还真是怪体贴的。儿媳一向善解人意，体恤母亲，是儿媳的分内之事。祖母息怒，母亲此举全是为了全侯府的颜面。文寿随母亲归宁，定会多加照看，不让母亲劳神。是吗？你这孩子倒是个懂事的。走吧。我胡思乱想，既然是去探望外祖，为什么不能带上我？我也是外孙媳妇儿。外祖家门楣甚高，你这种商户身份去了只会让我丢脸。别闹了。当初退亲高门表妹时，你怎么不说丢脸？现在倒嫌弃起我的身世。我实话实说，你想让我一辈子窝在从6品翰林院当个芝麻官吗？我不求舅舅提拔，谁还能帮我？前世我早为他谋了5品清闲官职，让他仕途亨通。如今他在严苛的翰林院被压得喘不过气，哪还有心思恩爱？现在与阮金珠日日争吵不断，倒真是好笑。母亲，您是特意来接我一起回外母家的吧？金珠是妇道人家，不懂这些官场弯绕，您别笑她了。文渊，我是在笑你。什么？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就开始做梦了？母亲，您这话……你退亲苏家，早已得罪了你舅舅，人家现在凭什么提携？凭你脸皮厚，还是凭你娶了个能让他家蒙羞的商户女？人家要提携的是女婿，不是你这个让他女儿沦为笑柄的孽障。你难道没有自知之明吗？母亲，你这样说我，你从前绝不会这样对我说话，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是看清了你白眼狼的本质，不愿再哄着你罢了。那您带他去做什么？母亲，您清醒一点，他邵文胜连您的亲生骨肉都不是，他不过是个卑贱庶出。婆婆，文渊才是侯府的嫡长子，您带着一个庶子回显赫的苏家，让外人怎么看文渊？这不是往文渊心口捅刀子吗？捅刀子？文渊，你撕毁跟苏家婚约的时候，何曾想过你是在往苏家脸上扇巴掌？文胜虽然不是我生的，可他自入我名下，日日晨昏定审，从未忤逆。他喊我一声母亲，我便要护他前程。就凭他一个落榜的庶子，
也配叫你母亲？你可以不要前程，我却不能不要娘家。你既然选了阮金珠这种贤内助，想必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从六品小官的打算。苏家的资源你配不上，也接不住。从今往后，你可以没有我这个母亲，但我苏怡贤必须有一个能登堂入相的儿子。母亲刚刚说什么？她说她不给我资源了。婆婆好像是这么说的。凭什么？我才是他儿子，我才是他的儿子啊！一星，我的儿啊，你怎么被折磨成这副样子了？母亲别哭，是女儿不孝，让您操心了。早知道便不让你嫁这劳什子侯府，与夫君聚少离多，儿子又那般忤逆，一家子烂摊子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看看把你折磨成什么样了。邵文渊那个孽长一意孤行，自绝于苏家，害得锦离沦为全京城的笑柄。我苏家还没找他算账，他竟还敢把你气成这样！兄长，邵文渊自掘坟墓，苏家大可不必再认他这个外孙。但我身为苏家女儿，断不能让锦衣白白受辱。这是文胜，虽非我亲生，但我看着长大的。文渊自毁前程，我以后绝不会在他身上再费半点心力。文胜虽这次落榜，但我看他有登阁入相的潜质。我已经为他请了姜太傅为师，下次春闱他必金榜题名。姜太傅，小妹，你竟舍得动用那份人情？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与其喂给白眼狼，不如栽培懂事的。兄长，我是真心想让锦衣做我的儿媳。文社在这儿养病读书期间，您尽管拷问。文渊毁了锦衣的名声，我便陪锦衣一个未来的当朝首辅。兄长，此子潜力无限，求兄长在族学中多加照拂。好，既然小妹发话，文胜，这段时间你就跟着苏家族学。若你能让姜太傅点头，苏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文胜定不负母亲厚望，不负苏家栽培。邵文渊，你视如草芥的锦衣，你求而不得的名师，现在全都是邵文胜的了。我既然能把你捧上高位，现在就能把你拽下深渊。希望你可不要后悔。那是文胜哥哥，他什么时候变得这般气派了？哟，刚才不知是谁还在那儿哭天抹泪，说这辈子再不谈情爱，要削了发去当尼姑。这会儿瞧见文胜，就让你迷了眼。姑姑，您怎么没早说？文胜哥哥竟长得比那姓邵的渣男还要俊俏3分。没出息的丫头，方才还为了邵文渊寻死觅活，见了漂亮男子就走不动道。男子最重要的是才学品行，你怎么能只看那空有其表的皮囊？你少在这装清高！我当初要是没看中你这副皮囊，鬼才愿意嫁给你这硬邦邦的木头。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在孩子面前呢。一贤，你别理他。原本我还愁这丫头以后只能下嫁，心里堵得慌。如今一瞧，文胜这孩子不仅长得好，那眼神清澈，比邵文渊的阴沉性子强出100倍。兄长、嫂嫂，这世间的痴情多半是见识太少。锦衣之前那是只见过一朵野花，便以为是全世界。等他看遍了满园春色，哪里还记得那带刺的烂草？这大好的年纪，喜新厌旧才是常态。单恋一枝花，那是病，得多看几个美男子才能治好。说的极是。等文社在族学里拿了头名，我看那姓邵的还有什么脸面自诩状元郎？文胜，老夫不考你4书5经，只问你一事：若你身为一方县令，治下突发大水，而朝廷赈灾粮迟迟未到，此时当地富商囤积居甲，粮价暴涨。你若强行开仓放粮，便是违律；你若放任不管，百姓便要易子而吃。
当如何自处？这题目既要守法又要救民，是个两难的死局啊！谁能解答出来？回夫子，文寿会先杀掉这县里最大的粮商。杀粮商，名头是勾结山匪，图谋不轨，随后没收其家产，设州场救民。如此，百姓得救，粮价自平。哼，你坏了律法，事后朝廷追究下来，你的人头还要不要？臣子之头，若能换一成百姓之生，舍了又何妨？更何况，我会在奏折中写明，此粮商本就犯法，我只是顺带筹粮。若只知按章办事，那与木头桩子何异？这孩子以前竟然藏得这么深，这番见解，破局之快，下手之狠，怕是朝中三品大员也未必能有这般果决。文胜是个极聪明的人，前世他为了避开邵文渊的锋芒，甘愿明珠蒙尘。如今有了我的全力支持，这潜龙入海，谁也挡不住了。看来这门亲事是稳了。邵文渊，你以前能考上状元，全靠我苏家名士喂出来的，而文胜却是天生的正才，培养他可比培养你轻松得多。上一世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三处的进项对不上，若是有人觉得我苏家刚遭了退婚，便能随意糊弄，那便直接去官府对账。我苏锦衣经手的账，容不得一个子儿的沙子。小妹，锦衣这性子太正太稳，那些世家大族面上夸她治家有方，背地里却说她古板无趣。我真怕这退婚的名声毁了她一辈子。大哥，那些凡夫俗子懂什么？他们既想娶个能镇宅守夜的贵女，又想要个能媚骨生香的尤物，这天下的便宜哪能都占尽？前世锦衣被邵文渊当作衬托真爱的垫脚石，说他是古板的木头，名节近乎。这一世偏要让他光芒万丈，成为那些男人高攀不起的骄阳。兄长放心，锦衣这是顶级的治家之法，那些世家往后求着他授课都未必有空。至于邵文渊，他很快就会知道他丢掉的是什么样的镇宅之宝。哎呀，这画灰扑扑的，挂在屋里多晦气！快换上咱们阮家的《百子千孙图》，那才叫气派。金珠，你在干什么？这屋子里怎么乱得跟菜市场一样？文渊，你不是说那些世家女古板千篇一律吗？我这是给侯府加点生动的气息呀！你看这红彤彤的多热闹。从前表妹在的时候，府中上下永远井井有条，连一片落花都会被及时扫去，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是想帮你分担。你分担？你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邵文渊，当初是你自己说他们是木头刻出来的，说我鲜活，怎么现在嫌我乱了？你干脆去取你的木头桩子好了。以前觉得那是古板，可现在，这到底是生动还是粗粝？夫人，您快回去主持大局吧！您离家不到半月，侯府都要乱翻天了。怎么，府中不是有金珠操撑着吗？怎会乱翻天了？少夫人带了一排阮家铺子的伙计，在库房查账。他说采买的下人贪墨，按他那做生意的竞价对账，少一个子儿都要拿命填，补不上的，统统卖去塞外抵债呀！公侯王爵之家便没有下人不捞油水的。我管家时恩威并施，默许那半分油水，换的是下人的忠心和侯府的名声。可阮金珠却想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立威，将侯府当成阮家的后院和生意治理，却不知道侯府的声誉大于天。夫人，如今府中人人自危，下人们不少在背地里骂侯府抠搜。不止如此，连其他旁系老爷少爷们喝酒的酒钱，少夫人都不肯报销。我不过是支取几两酒钱，你竟敢驳回！我是侯爷的亲三叔。三叔，侯府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以后谁请客谁付账。阮家没这种当冤大头的生意，侯府更没有。你这商妇女，当真是满身铜臭！你这是要断了咱们邵家的根基吗？我有理有据。
谁在闹，我就去请家法，看看到底是谁在蛀空侯府。老祖宗啊，邵家娶了个丧门星，要断亲了。走，咱们去磕头，死在那儿算了。几位老爷闹着要去辞情断亲，全京城的笑话都传开了。夫人，算老奴求您救救侯府的名声吧。管家一事是老夫人亲口交代的，金珠有她的主意。我若是现在回去，岂不是越俎代庖，寒了老夫人教导孙媳的心？可是老夫人已经被那帮穷亲戚堵在院里出不来了呀。既然如此，你就转告老夫人，我病得正重，实在回不去。若是不妥，自然由老夫人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老夫人当了这么多年的甩手管家，也该出来活动活动那一把老骨头。夫人，不出您所料，侯府那边现在是鸡飞狗跳。少夫人阮金珠把账目弄得一团乱，那几位旁系的老爷为了酒钱，正堵着老夫人的院门闹呢。老夫人掌家这么多年，本以为能轻巧应付，却不知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阮金珠想学我施威，却只学会了刻薄，所以老夫人这是坐不住了，派了她最亲信的朱嬷嬷，这会儿已经到大门口。来得好，苏嬷嬷，拿我的粉匣子来，要最白的那种。阮金珠，权力这碗饭好吃吗？既然你们想请我回去挡刀，那我就送你们一份大礼。哎，姑姑，您这妆真像那画里的驱死鬼，我都快被吓着了。别贫嘴，人来了。母亲，您喝一口吧。你要是走了，文胜也不活了。姑姑，您睁睁眼啊！您还没看见我和文胜哥哥成亲，您怎么能就这么撒手了？嬷嬷，你来的正好，快把我接回去，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侯府的门槛上。夫人，您这病得怎么这么重啊？我是不中用了，去告诉老夫人，儿媳死也要回侯府。滚！你们侯府还要逼死我母亲吗？她都这样了，你们还要来折腾她？滚出去！这酸梅汤冰镇过就是好喝。文胜，刚才那声滚，骂得颇有几分嫡子的气势。母亲教导的是，对付这种欺软怕硬就得狠。姑姑，您可真厉害！这2天侯府来的那几个老嬷嬷都快跪下磕头了，哭天喊地的求您回去。看来侯府离了姑姑，那是半点都转不动了。傻孩子，你真以为是因为我重要到不可或缺吗？不，是因为人人都不想干那老鼠子的苦差事。苦差事？当家主母不是最有威风的吗？想要维系一大家子的痛快，就必得有一人承受所有的苦，而我就是那个承受痛苦的人。而他们只管痛快，一旦我这个承受痛苦的人走了，那些鸡毛蒜皮、账目亏空、族亲纠纷的苦差事，就会分摊到邵文渊、阮金珠还有老夫人头上。这不，分摊到了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便觉得不乐意了。所以侯府现在的乱象是他们自作自受？侯府是不会乱的，等他们在那苦水里泡够了，分摊清楚，我再回去。到时候，痛快的就是我了。夫人，3个月了，侯府那边阮金珠已经把管家权抓得死紧，连采买的芝麻小事都要亲过，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主母。初尝权力滋味，最是容易上瘾。这3个月足够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更足够让他舍不得把这块骨头吐出来。走吧，回侯府，有些戏该当面唱才精彩。你还知道回来？在娘家一住就是3个月，留我这把老骨头在府里受罪，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儿媳知罪，实在是身子骨不争气，
怕回来病刺冲撞了母亲。既然你病了这么久，心思也散了，从今日起，这管家的事儿你就别碰了，全交给金珠。她虽年轻，倒比你这病秧子有冲劲儿。母亲，儿媳定会好好替您分担，您就只管在院里养着，不必操劳。看着他那副把烂摊子当成宝的样子，真是有趣。阮金珠，全力这碗饭，我怕你吃得下去，吐不出来。不过，金珠现在怀着邵家的嫡孙，保胎补药的事儿出不了差池，你就负责盯着他的饮食起居，若有半点差池，我拿你试问。母亲恐怕不便。有何不便？难道你还要嫉妒一个小辈？文胜与锦衣的婚事已定，这可是苏邵两家联姻的大事。文胜既记在我名下，便是嫡子身份。这聘礼、婚仪、各家走动，每一桩都得我这做母亲的亲力亲为。金珠保胎虽然要紧，可若是耽误了两府结亲的大礼，苏家那边儿媳怕是交代不过去。爸，你就守着你那庶子的婚事忙活去吧。金珠保胎的事，我让朱嬷嬷盯着便是。是母亲。阮金珠，你以为握住了钥匙就是主人？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侯府的债你赔不起。大喜大喜呀！老夫人，夫人，侯爷凯旋而归，已入京城，午后便能抵家了。好，我的宁凯终于回来了。侯爷终于要回来了，贺喜夫人，侯爷与夫人年少夫妻，此番重逢，当真是京中一段佳话。终于要回来了，我这便吩咐下去，准备侯爷最爱的洗尘宴。乔一线高兴的，到底还是心里惦记着丈夫。母亲这下该安心了。侯爷回来，您这主母的威风可就更足了。安心，威风，我倒真希望如此。邵宁凯，我那情深意重的夫君，前世正是你凯旋归来后，默许了阮金珠对我的羞辱，也是你在最终的休书上按下了手印。之前和阮金珠老夫人的小打小闹不过是热身，邵宁凯，你回来了，这场大戏才算真正拉开大幕。前世我因为京中谣言身心衰竭，所有人都知道我只是等死罢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母亲，趁热喝了，您总是这样病歪歪的，在外人怎么看儿子？我将他给我的药倒了，日子久了，花死绝了，我的精神头却一日比一日好了。原本以为是回光返照，想去书房看看他，却不料撞见。侯爷，我虽是商户之女，可到底也为侯府添了6个孩子。婆娘如此待我，是不是不喜欢我？金珠，你为文渊绵延子嗣，是侯府的大功臣。你放心，一线的药中加了慢性毒，只要他日日喝下去，自然身子弱了，到时管家权便是你的。那药竟是泄人气血的慢性毒，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不喝那药，精神反而一日比一日好，原来竟是这个原因。我偷偷调养身体，自请下堂，走前将真相告诉邵文渊。文渊，我自请下堂，你父亲与你妻子密谋，在我药中给我下药，想要谋杀我，这就是证据。不可能，父亲忠贞如燕，金珠更是纯洁无瑕，我看你是疯魔了。这个蠢货竟然跑去质问那人，结果连累我也没能走出侯府。一线，你也别怨我，侯府子嗣凋零，唯有金珠好运，我要为侯府做打算。邵宁凯，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宁凯，你可算平安回来了。
怡贤，这多日未见，我怎么觉着你愈发好看了？说什么胡话！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孩子们都看着呢，怎么这般梦浪？你是我夫人，莫说夸100句，就是亲手抱你进去，又碍着旁人什么关系？你难道不想我？别轻狂了，快些进去吧。大家都站在这风口等了你半晌，我倒是无所谓，小心你那还在金珠腹中的孙儿不乐意。本侯最心疼的是你，你既要督促文渊学业，又要操持他的婚礼，使我后方无忧。得妻如此，夫复何求？都说长平侯与夫人琴瑟和鸣，今日一见，当真是比那戏台子上的还要奔放3分。皇上刚赏的，就当本侯给未来孙儿的见面礼了。儿媳谢父侯赏赐，父侯威武，孙儿定能沾您的福气。这些虚礼就免了。怡贤，咱们回房。前世我病了那么久，出现在他面前时，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他以受伤不方便行房事为由与我分房，如今养好了身子，气色也好了不少，他便如此迫不及待。夫人，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得这样好看了？勾得本侯心痒。看来前世你并非不喜，而是嫌弃我年老色衰，不愿与我亲近。怎么不说话？可是想我想得很了。侯爷威风，妾身只是看呆了。前世你既然爱装不喜，那这一世你就一辈子也别喜。侯爷凯旋，身带刀伤，妾身早就备好了活血养伤的汤药，您先喝了歇息，妾身再服侍您沐浴。夫人如此贴心，本侯求之不得。少宁凯，真正的大戏今晚才算入场。侯爷凯旋，身带刀伤，这是妾身特地请名医配的红血养伤药，您快趁热喝了，今夜才好安睡。还是夫人心疼本侯。喝吧，少宁凯，你每日酗酒，再加之这活血养伤的疗药，药效这么猛，你承受得住吗？侯爷，这是怎么了？是有什么心事吗？多日行军，又受了伤，为夫今夜实在困顿的不行。今夜只想抱着你好好睡一觉。侯爷，你这到底是受了伤，还是哪里出问题了？一线，本侯伤势反复，太医说需要清静。为了不惊扰夫人，这几日我便搬去侧院养伤。侯爷说的是，身体要紧，妾身省的。想来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吃几服药，慢慢调理，侯爷定能重振雄风的。少宁凯啊，少宁凯，你也有今天，你最引以为傲的男人尊严，从今往后就在我苏怡神的手心里一点点烂掉吧。文渊，我身子重了，走这2步路便觉得腿酸，你抱我上那摇椅好不好？胡闹！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成何体统？简直是有辱斯文！有辱斯文？昨日在大门外，父亲当着全京城人的面是如何搂着母亲的？父亲能如此，怎么到了你这儿变成了有辱斯文了？父亲是在边关豪爽惯了，不拘小节。可我是文官，受的是圣贤教育，怎能如武夫一般轻浮？你整日给我写诗画像有什么用？真到了心疼人的时候，你连父亲的一根指头都比不上。不可理喻。邵文渊，你就是个木头桩子，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疼媳妇儿。阮金珠从前最爱邵文渊那副风流儒雅的派头，可一旦见识过邵宁凯那种外放炽热的恩爱，他心里那杆秤瞬间就斜了。这便是近日风靡京城的新画本子。果然，里面写的全是以我和邵宁凯为原型的恩爱趣事。夫人，这书卖得极火，听闻京里的贵女少妇们人手一本，
都羡慕死你有这样一位情深似海的夫君呢。羡慕吗？阮金珠，心里落差感很大吧？只可惜现在的你，嫁给的是个木桩子。夫妻恩爱，哪有豪门秘闻抓人？这个话本马上就要过时了，该让写手们筹备下一本，下一本一定会比这本卖得更好。这哪家下聘啊？这阵仗比当初状元宫娶亲还要风光。听说是侯府二公子长平侯刚凯旋，侯夫人亲自操办的下聘礼，真是喜事一桩接着一桩啊！怡显，不是我说你，文胜不过是个庶子，你办这么大的阵仗，这不是诚心让文渊两口子难堪吗？有必要这么糟践银子？母亲息怒，您先看看这本册子。这是什么？这是我兄长派人送来的锦衣的嫁妆单子，我是按着我当年出嫁的规格给锦衣添补。这嫁妆当真是侯氏的锦。贪得无厌的老东西，见钱眼开的模样真是一点都没变。不必看了，苏家的排场我是知道的。锦衣这孩子我打小就看好，如今侯爷也凯旋了，府里正是该这样热热闹闹的办一场，给侯爷冲冲喜。正是呢，文赦这孩子虽然名分低了些，可我兄长却喜欢得紧，说他天资聪颖，若有名师教导，将来入仕定然前途无量。那是自然，能娶到苏家的女儿是那小子的福气。只可惜文胜到底是个庶子，这出身终究是委屈了咱们锦衣。若是文胜能记在我名下，这身份上也能匹配好看些。记在他名下，那文生不就成了正儿八经的嫡次子了？少夫人，这要是成了，那这府里以后哪还有咱们小王爷的位置啊？苏一贤，你为了抬举那个庶子，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顾了吗？这才是开始，阮金珠，我要让你看着你最在意的权势和名分是怎样一点点流进你最瞧不起的人手里。这是锦衣的嫁妆吗？竟然这么多！是啊，上次归宁，锦衣一眼就看上了文寿，非他不嫁呢。这怎么可能？苏锦衣难道不应该只喜欢我，只爱我一个人吗？哪怕我不娶她，她怎么能看上别人？她不应该守着我，等着我吗？邵文渊，没了我，你以为你算什么？文胜这孩子，这些年虽是庶出，可秉性纯良，可惜了，当初没能托生在儿媳的肚子里，到底差了一层身份。怕是委屈了锦衣，这有什么要紧？一线，你本就是他嫡亲的母亲，打小将他养大，衣食行从没短缺过。如今他又娶了你的亲侄女，亲上加亲，明日便开了祠堂，将文胜记在你的名下，从此他就是侯府正经的嫡次子，也不算辱没了苏家的闺女。祖母，这嫡庶有别，万万不可坏了祖宗规矩。规矩？当初执意要娶商女，可曾想过祖宗规矩？文渊，快，还不谢谢你祖母？这下好了，以后文胜便是你的亲弟弟，名正言顺。他那般聪慧，将来若是在朝堂发达了，也定然不会忘记提携你这个当哥哥的。提携？邵文渊堂堂状元公，需要一个卑贱庶子提携？我没有什么亲弟弟，你想抬举他，别带上我。文渊。金珠，快去瞧瞧文渊，他这脾气当真是被我惯坏了，一点都不识大体。儿媳告退。一个商户女，一个骄纵儿，真是没一个省心的。怡贤，就按我说的办，记名。是母亲，记名只是第一步。邵文渊，你最看重的嫡长身份，很快也会变得一文不值。亲他好狠的心！我不过是一次未如他愿，他便扶持那个庶子与我打擂台。就是，小侯爷可是堂堂状元，那庶子算什么东西？他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等我将来承袭了爵位，成了这长平侯府的主人，我必也如此待之。瞧瞧，这就是那个被吹上天的状元郎，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咒骂生母，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哪怕是咱们这样的浪荡子，也知晓百善孝为先，
这种丢寻爵人家脸面的蠢货，还想承袭爵位，简直是京城最大的笑话。夫人，外面都传遍了，说小侯爷在酒肆里发癫，说等他将来掌了权，要像您待他一样待您。母子本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母家为我在夫家撑腰，夫家也要让我在母家有立足之地。邵文渊此生最大的运气，便是成了我的独子。没了我苏家的提携，他在这吃人的官场，连站稳脚跟都难。可惜他弃之如敝履，前世为了那商女，说辞官便辞官，说自请贬谪便自请贬谪。他不想要的，多的是人想要。夫人，那小侯爷想袭爵的事儿，承袭爵位，大凌朝的勋贵之家，若是继承人传出这种大逆不道的名声，礼部和圣上会怎么看？一个对我满腹怨言，连基本教养都丢掉的孩子，有什么资格当侯爷？文渊，你这是怎么了？回少夫人，小侯爷昨夜与一众小侯爷、小公爷吃酒，说是不醉不归。夫人，这是送小侯爷回来的苏府下人转交的。京中多的是想看侯府笑话的人，那些纨绔子弟从前被文渊这个状元郎压着，如今见他失了势，又多了个嫡出的弟弟，还娶了他原本的未婚妻，自然想尽办法将他拉下神坛。母亲，文渊是因为文胜著名的事受了刺激，他平日里从不这样买醉的。都滚开！文渊，是我，金珠啊。苏一宪，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不过是娶了金珠没有顺你的意，你就要扶持那个低贱的庶子跟我打擂台。我才是你亲生的，你竟然把苏家的资源给那个野种，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我恨他，我恨死他了！什么石家贵，什么名门主母，都是假的！我袭了爵，一定要让他后悔，一定要！母亲，文渊，他这是喝多了，开始胡言乱语了。邵文渊，你以前最大的依仗就是我这个母亲，如今我只是把原本给你的东西收回来一点点，你就觉得是天塌了？让他在这睡吧，吐够了也就清醒。是堂兄信。堂兄在信中说，邵文渊在翰林院不仅不思进取，反而处处顶撞上官，已被同僚孤立，还是活儿太少了。嬷嬷，明日给翰林院的王大人家送份礼，就说我这大儿子精力旺盛，何该多担待些繁重的差事？袭爵，邵文渊，你这辈子恐怕连那个门槛都摸不到了。我有状元之才，我定能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何须那个女人施舍？可文渊，咱们铺子的进项最近少了很多，翰林院那边，你若是再没个进项，去把那块极品料子当了，本侯爷不信没钱办不成事。这就是苏家嫡女出嫁的排场，这红绸怕是把半个京城都染红了。这苏家嫡女嫁的是长平侯府嫡四子，却比当初状元宫娶妻还要风光。这侯府的风向变了。凭什么？我才是长子，凭什么他们拜高堂，我却像阴沟里的老鼠躲在这儿？文渊，别气了，还不是因为你退了亲，外祖家诚心给咱们难堪，就是故意给我难堪。夫君，你要去哪儿？让开！我才是侯府的嫡长子，这府中的大喜事我凭什么不能去？文渊，我好像要生了，我的肚子好疼。二位
对新人夫妻对拜。前世你为这白眼狼守了一辈子忘恩寡，这一世姑姑还你这一场泼天荣华。报，老夫人，夫人，少夫人，她在别院发动了，说是要生了。生了？我记得小侯爷成婚至今，满打满算才7个月吧？哼，7个月就发动，那是早产，还是这肚子原本就揣进门了？当初他进门我就瞧着不对，那肚子大的吓人，怕是早就珠胎暗结了。今日文胜大喜，却不想双喜临门。金珠这孩子身体虚，想是这几日累着了，惊动了诸位。去，把稳婆都带过去，务必保母子平安。阮金珠，前世你借口早产害我被全京城唾骂，这辈子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你未婚先孕的事实。夫人，打听清楚了，是小侯爷在那边闹着，非要来正堂喝喜酒，少夫人不让，两人在院子里就拉扯起来了。少夫人被小侯爷推了一把，重重跌在地上，这才见红的。为了来这儿显摆，竟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顾了。前世我明明都要逃离那个泥潭了，却是我的亲儿子为了那个女人，亲手将我拽进地狱。文渊，我是你母亲啊，你怎么能不信我？你已经疯魔了！为了诋毁金珠，竟然连父亲都冤枉。父亲如此爱你，怎会下毒害你？母亲先在这祠堂反省，我先走了。邵文渊，瞧瞧吧，这一世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放任你们去恩爱，你们自己就开始散了。邵文渊，你这个没良心的，你竟然敢推我，你要害死我的孩子吗？闭嘴！不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前厅，我何至于动手？前世你们感天动地，这一世我不过是不再成为你们感情路上的垫脚石，你们便烂成了互相撕咬的疯狗。邵文渊，这就受不了了。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场。好啊，一下子生了3个哥儿，咱们邵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金珠啊，你可真是咱们侯府的大功臣。本侯子嗣不丰，你这一胎便让邵家兴旺了。来人，把本侯司库的钥匙拿来，分一半给邵夫人。往后金珠不仅不用晨昏定省，这府里的好东西由着你先挑。谢父侯恩典，金珠身子重，怕是以后照顾不好祖母和母亲。这算什么？只要你能为侯府开枝散叶，这些虚礼废了便废了，我高兴还来不及。金珠，虽说你生子有功，但这产后最忌见风。按祖宗规矩，洗月子得用熬足时辰的沉姜水，房门紧闭。祖母，那些陈词乱调就收收吧。我阮家做生意求的是个快字，这洗月子的法子我也改了，直接用井水兑了薄荷，清爽利落。胡闹！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保命规矩。老祖宗规矩再多，生得出3胞胎吗？父侯说了，我这肚子是邵家的金疙瘩。如今这侯府，只要我高兴，规矩也能变。母亲，您看金珠这性子多鲜活，她可是拼了命为咱们邵家开枝散叶的，不过是想按自己的法子洗个澡，咱们何该依着她，别坏了功臣的心情。阮金珠，你这急功近利的性子真是一点没变，你尽管在这侯府横着走，爬得越高，这往后摔下来的声音才越好听。去，把这些画本源源不断地送到少夫人院里，就说是市面上最红火的，给她解闷儿。是夫人。靖王爷那种征战沙场、威严沉稳却又深情款款的模样，可比邵文渊这个木头桩子更有滋味。阮金珠看多了这样的画本，你还会喜欢邵文渊这样木讷的人？即便倾尽天下，
本王爷唯愿护你一人周全。快，倒杯龙茶来！翰林院那帮老东西，非要我连夜修纂什么前朝实录，存心想累死我。茶在那儿，自个儿没长手吗？我也带了一整天孩子，腰都快断了。阮金珠，你现在真是愈发骄纵了。我为了这个家在外面受气，你连杯热茶都不愿倒。受气？谁不受气？你每天回来除了睡觉就是抱怨，你心里可还有我这个妻子。我无暇顾及你，若不是母亲托关系让你在府里舒坦，你现在还在操心柴米油盐，别在这儿无理取闹。我累了。当初说好的一生一世，如今竟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邵文渊，你终究只是个不解风情的木头桩子。哎呦，这是怎么了？可是文渊那混账又惹你生气了。母亲，文渊他变了，他现在心里只有官位，根本不疼惜我。傻孩子，文渊到底是年轻，受了圣贤书的教导，难免木讷些。不像那靖王爷，同样是出身行伍，见过血害，却最是懂得女子的心思。靖王爷，是啊，听闻靖王爷在封地时，即便再忙，也会亲自为爱妃画眉。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沉稳与体贴，才是真男人的风骨。金珠啊，你生得这般美，又这般灵动，文渊当更爱你些才是。过几日，我会在侯府大设赏花宴，届时全当给你散心解闷了。母亲对我真好。今日百花盛开，众位能赏脸来侯府，真是不胜荣幸。还是侯夫人面子大，连平日里极少参加宴席的靖王爷竟也请动了。面子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靖王爷到！王爷大驾光临，侯府蓬荜生辉。侯夫人客气了，早就听闻侯府的邵夫人是个妙人，本王今日特来讨杯酒喝。阮金珠，你不是嫌邵文渊无趣吗？我便请了这全京城最会哄女人的靖王来，鱼饵以下，就看你咬不咬钩了。如此倾城之色，竟在这愁眉苦脸，岂不叫这满园名花都羞红了脸？金珠见过王爷。本王在宫中见惯了死板的木头美人，唯独邵夫人这双眼睛，灵动的勾人魂魄。本王觉得，只有这钗，才配得上邵夫人的生动。谢王爷赏赐。你们在干什么？王爷，那骑鲁钝怕是冲撞了你。文渊啊，你这位夫人倒是个极聪慧，比你这书呆子有趣多了。本王不过是见她发钗松了，顺手扶了一把，你不会介意。王爷有教训的事。夫人，少夫人这心已经歪了，万一真闹出丑事，侯府百年名声。阮金珠想要生动，邵文渊想要虔诚，那我就成全他们，让他们先烧起来吧。等火烧到邵文渊头顶的时候，他才会明白，他那个所谓的独一无二的娇妻到底是个什么人。自那日赏花宴之后，连着几日，阮金珠都与那靖王私相传信。翠儿，少夫人，这可是侯爷前些日子才赏下的类似嵌宝金冠，若是变卖了，万一侯爷问去……傅侯赏了就是我的，
我想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王爷来信说，他在封地招兵买马，急需用银。若我此时帮了他，往后他登了大位，这从龙之功，难道还差这几件破首饰？金珠，我那枚押金的羊脂玉佩呢？明日同僚聚会，我总不能太寒酸。阮金雀，父侯赏给你的那对红珊瑚步摇还有南珠围巾呢，怎么都不见了？邵文渊，你居然偷翻我的妆岚，你还要不要脸面了？我是问你东西哪儿去了？那可是御赐的物件，私下买卖是要杀头的。丢了，前些日子去上香，不小心弄丢了。弄丢了？那么多东西你全弄丢了？你整日就知道在那翰林院修书，何曾关心过我半点？我丢了首饰，心疼的几夜没合眼。你不仅不宽慰，反而来质问我。我看你不是心疼首饰，是嫌我阮家没给你带够嫁妆吧？你这个没良心的木头桩子！你简直不可理喻！丢了？怎么会丢得这么干净？难道他外面有人了？夫人，少夫人今日又打发人去当铺了，变卖的全是侯爷前些日子给的赏赐。拿公公的赏赐去养外面的野男人，阮金珠这胆子可比我想象中大多了。少宁可，你以为生了3个孙子就能保住侯府富贵？你视如珍宝的功臣儿媳，正忙着掏空你的家底，去送你的死对头一份大礼。嬷嬷，找人给当铺递个话，那些首饰一定要让少元无意间在京城的首饰铺子里瞧见。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离破土不出也就不远了。爷，翰林院这活儿真是没完没了。夫人还特意叮嘱让您多学多练，这都连续7日歇在职房了。母亲也是为了我细节打算。走，去少夫人院里，我也想听听那3个孩子的动静，解解乏。这个时辰，他不带孩子，在这想什么？想你眸若星光，令本王魂牵梦绕，真是羞死人了。文渊，你今天怎么回来了？你在看什么？什么事让你笑得这么开心？没什么，就是娘家来的生意账单，我看着盈利多，高兴。账单？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邵文渊，你放开！你疯了！金珠无碍，明日子时望月亭见。本王已备好你最爱的点心，一解相思。靖王萧逸，你竟然和靖王勾搭在一起了！是又怎么样？他比你有权，比你温柔，更比你懂心疼女人。邵文渊，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商湖毒妇，我为了你推了苏家的亲，为了满身骂名，你竟然敢背叛我！背叛？你若有本事袭爵，我何至于去求旁人？你打啊！你打了我就带着3个孩子回娘家！你这个毒妇！出大事了！你一定要给儿臣做主。文渊，
这一大早的，怎么冒冒失失？这一夜未见，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副鬼样子？您瞧瞧，这是靖王给阮金珠的情书，两人竟然约定今晚在望月亭私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文渊，你定是看错了，或者是谁存心戏弄你。我亲眼从他怀里抢过来的，那还有假？金珠这孩子，虽然出身商户，性子是活泼了些，但他如今都生了3个孩子了，怎么可能自毁前程？再者说，靖王爷那是何等人物，他和侯爷交情匪浅，按辈分还得万金珠一声侄媳妇。你莫要多心，寒了儿媳的心。叔嫂关系，哪个叔叔会给嫂子写这种魂牵梦绕的酸词？母亲，您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他们蒙蔽。今晚您必须陪我去，我要当众揭穿他们的丑事，我要让全京城看看那对狗男女的嘴脸。母亲，求您了，您就陪我去吧。这多不好！若是误会一场，闹到了老夫人和侯爷面前，我这做婆婆的岂不是里外不是人？母亲，难道您忍心看着儿臣头顶这片草原吗？少王爷，你全是把金珠捧上天的事，何曾想过我？罢了，谁让你是我亲儿子呢？我陪你去便是。但若是误会，你千万要给金珠赔不是。若是误会，我当场自裁谢罪。夫人，少夫人那边已经出发去望月亭了，靖王的人也到了。文胜那边安排的如何了？二少爷已经带了几位同僚，正巧要去那望月亭赏月诗会。好，邵文渊，抓奸这种事，一个人去多没意思。我要让全京城的清流名士都来瞻仰一下，你这状元郎的头顶到底有多阴？竟跟那富侯赏的珠宝去养那野男人，阮金珠，将你碎尸万段！文渊，沉住气。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兴许是那丫鬟偷了信来陷害他。陷害？他方才出门时穿的那件桃烟罗，分明是靖王最喜欢的颜色。母亲，你还要护着他到什么时候？我是在等你这满腔的怒火烧得再旺些。前世我自缢时，你们母子曾有过半分怜悯，今日我便还你们一场全城盛宴。你们听说了吗？某位夫人亲自派人来请，说是这城外别院里藏了一桩丢尽祖宗颜面的惊天大戏。那位夫人的性子最是稳重，若非真出了捅分天的事儿，她断不会如此兴师动众。走，快跟上！那别院可是靖王的产业，难不成是那位不安分的少夫人阮氏？此乃靖王别院，闲人止步。滚开！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本官来接自己的夫人回家。哎呀，这不是小侯爷吗？深更半夜带剑闯别院，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众位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文渊，快放下剑，别让大家伙看笑话。笑话？今晚这别院里藏的才是全京城最大的笑话。王爷，您轻点儿，这珠钗硌着人家了。怕什么？你那状元郎丈夫还在翰林院吃土呢。这对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们！狗贼！杀了你这无耻淫贼！文渊，冷静，误会，都是误会。疯了！邵文渊，你这个疯子，快拦住他！文渊，你听我解释，是王爷他逼我的。闭嘴！你这肮脏的商女，真是瞎了眼才会为了你自毁前程。天哪，这不是少夫人吗？
这模样当真是让咱们这些做妇人的开了眼界。哼，刚才逃出去的那个，我瞧着背影，怎么像是靖王爷？公侯之家的媳妇儿，竟然在别院和王爷行这苟且之事。侯夫人，你这儿媳妇当真是生动的很呐！金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自绝于邵家、自绝于祖宗的话来？文渊，放下剑，为了这种女人脏了你的手，值得。阮金珠，前世你和邵宁珂在偏院恩爱时，曾笑我年老色衰，不配为人妻。今日我便让你也尝尝这种被全京城贵妇当众剥光的滋味。众位夫人，今日家丑，让大家见笑了。不笑话，不笑话！这般精彩的戏，咱们可得回去跟各家老夫人好好说道说道。文渊，你原谅我，是靖王他见色起意，是他用权力逼我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反抗得了王爷啊？勾引，阮金珠，方才我在门外听得真真切切，你那声轻点也是王爷逼你喊的吗？不知廉耻，败坏门风！邵文渊竟为了你这种贱货放弃锦衣，我真是京城最大的笑话！瞧瞧，这商户女就是商户女，骨子里透着一股子下作劲儿。刚才还说是王爷逼他，我看是他自己恨不得贴上去换取富贵吧。这种货色留在侯府，当真是丢尽了咱们京城女眷的脸。侯爷，老夫人听说别院的事，气急攻心，已经在府中晕死过去了。逆子，你们是嫌我邵家的名声响得不够吗？侯爷，金珠虽然做错了，可毕竟怀过邵家的种，众位夫人都在这看着，咱们还是关起门来说话吧。来人，用破席子把他裹了，直接拖回侯府加法处置。父后饶命，母亲救我！拖回去吧。诸位，那长平侯府的邵夫人，平日里瞧着端庄，谁曾想竟是个在别院里私会情郎的浪荡货色。听闻那靖王爷连夜就把她给卖了，为了保命，亲手把那一叠子情书呈给了圣上，说是那商女不知廉耻，硬贴上去的。哈哈哈哈哈哈！状元公考取了功名，却没守住自家房门，这顶绿帽子，怕是全京城的绸缎庄都织不出来这么大的。王爷说要带我走的，他怎么会？陈塘，立刻把这个败坏门风的脏货给我陈塘！私通皇族，这是要毁了我邵家的根基。母亲说的对，这种人绝不能留。父后救我！闭嘴！死到临头还想攀咬尊长！来人，把他的嘴给我堵死！阮金珠，这到底就是你的命运。侯爷，陈塘虽然解气，可金珠必定为文渊生了3个孩子，若是真弄死了，往后那3个孩子，怕是会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那夫人的意思是，死太容易了，让他活在泥潭里，看着他渴望的一切都烟消云散，那才是真正的惩罚。沉下去！现在就给我沉下去！多留他一刻，邵家的门楣就多脏一分。母亲息怒，陈塘固然痛快，可你想过那3个孩子吗？3个孩子才落地不久，若是亲生母亲被陈塘，这荡妇之子的名声便是一辈子也洗不掉。将来文官选拔议亲，哪个世家敢要杀母之家的后代？母亲说的对，我的儿子不能有这样一个名声。我提议送金珠去西北边陲那座清苦庵，那是皇室专门收容罪妃的地方，对外只说她病重出家为族中祈福，那里地处荒漠，终生为奴，不得还俗。从此世上再无阮金珠，只有一具枯坐青灯的活死人。好，让他死，确实太便宜他了。文渊，你帮我说句话呀！看在3个孩子的份上，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你饶了我吧！我不想去尼姑庵。情分？你与萧逸在那调情时，可曾想过情分？带走，别在这碍了本官的眼。邵文渊，你这个冷血的畜生！
苏一贤，是你害我，你不得好死！西北情不安，日日苦役，夜夜严寒。阮金珠，前世你害我，这一世我要让你在这漫长的余生里一寸一寸耗尽你所有的皮相与傲骨。金珠，好好修行，下辈子记得离我远点。夫人，少夫人这桩事算是了了，可侯爷那边……阮金珠不过是开胃小菜，少宁凯才是那道主菜。把咱们收买的那个太医带过来，真正的大戏该演给侯爷看。邵大人，上头说了，您这家风不正，何以正天下？即日起，革去修撰之职，降为从九品典籍，负责打扫藏书阁吧。堂堂状元公，如今成了扫地的。邵大人，那阮氏的滋味当真是销魂的，让你连前程都不要了？你们落井下石的小人！文渊，降职的事儿我听说了，九品也是官，只要你肯努力，总有回来的一天。你少在这假惺惺！当初我非要娶阮金条的时候，你身为母亲，为什么不拼死拦着我？明知道她是商女，明知道她不安分。文渊，当初我被你气得卧床不起，你跪在门外逼我点头，怎么如今倒成了我的不是？你若真想拦，有100种法子，我看你就是诚心的。你想看着我倒霉，好去扶持那个庶子邵文生。一个庶子也配在我门口里招摇？大哥，你失态了。邵文渊，你自己管不住妻子，丢了官位，快来这儿撒什么疯？锦妮，你本该是我的，你本该嫁给我的，都是邵文生这畜生，是他捡了我的漏。住手！文渊，你要把邵家最后一丝脸面也丢尽吗？你，这侯府以后还有我的位置吗？苏以贤，你给我等着，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清醒。邵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前世你害死我，这世事你还是只会迁怒于我。大哥，夜深了，你喝醉了。我清醒得很，我若不醉，怎么看得清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毒！我让你毒！这些圣贤书原本都是我的，苏家的提携是我的，名士也是我的。你不过是个庶子，抢了我的位置，穿上这身皮，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侯府的主子了？邵文渊，你可以羞辱我，但不许侮辱我生母。你自己德行有失被降职，与旁人何干？你敢教训我？你这下贱胚子，竟然敢教训我！住手！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砚台，庶子哪来的母亲？那是我的母亲！母亲送的东西，你凭什么拿？活该！这就是你消属于自己东西的代价。母亲，是他先顶撞我的。邵文渊，我给过你机会，你太过分了。我才是您亲生的，您竟然为了一个庶子！闭嘴！来人，把大钟宇拖下去，关进别院。没有我的命令，若让他踏出院门半步，你们通通提头来见。苏一贤，你疯了！我是状元，我是侯府继承人，你竟然进我的族！你这偏心的毒妇！邵文生，你这个卑贱的野种！苏一贤，你这个老不死的，竟然敢这样对我！等父侯回来，等我袭了爵，我要你们统统死无葬身之地！你这孩子还不肯歇着？母亲，这点伤不算什么。文胜明白，唯有金榜题名，手握权柄，才能真正保住母亲，不让您再受半分这种窝囊气。下一次春闱，文胜定要让全天下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谁才是母亲真正的依靠？夫人，少宁凯那边的亲信已经替换了大半，老夫人的旧部现在也全都老实了。还不够，少宁凯快回来了，在他进门前，我要这侯府上下只能听见我苏一贤一个人的声音。废物，都是废物！本侯身为家主，怎么会不行？定然是苏一贤那个老妇年老色衰，侯府中这么年轻好看的婢女，我就不信真是我的身体有了问题。奴婢给侯爷请安。起来，本侯见你行色匆匆，这手里的东西可检查仔细了？侯爷，这点心是夫人要的，奴婢该走了。走，在这侯府里，除了夫人的话，本侯的话就不管用了吗？本侯只是瞧你乖巧，想疼疼。今夜去本侯书房侍奉，若是敢让第三个人知道，滚吧！夫人，侯爷这几日越发没规矩了。刚才在花园把青儿给吓得不轻。自卑的人总要在弱者身上找回那点可怜的威风。阮金珠走了，他那满心的火没触发，自然要盯上那些无依无靠的丫头。要不要奴婢去提点两句？万一闹出人命，提点？不，让他闹。不仅要让他闹，我还要帮他选几个够刚烈的。谁在那儿？晴儿，本侯不是说让你去书房侍奉本侯吗？侯爷，奴婢是正经人家的女儿，求侯爷自重。自重？在这侯府，本侯就是法。只要你今晚听话，明天你就是这府里的主子，再也不用在这破屋里受苦。不要过来！一个婢女，胆敢是这样对本侯！救命啊！侯爷要杀人了！不好，下房那边出事了，快撞开门救人！救命啊！救命啊！侯爷，侯爷于心不宽！侯爷，混账！谁让你们进来的？滚！都滚出去！滚！侯爷好大的威武！半夜3更，堂堂长平侯潜入婢女房间施暴，这若是传到御史耳中，侯爷，您这顶乌纱帽还想要吗？天哪，当真是侯爷！平日里瞧着那般威严，私下里竟然……还没出月子的儿媳刚送走，就来糟蹋这些清白丫头，毒妇！竟敢设局害本侯！侯爷住手！你是要把邵家祖宗的脸面通通捅穿吗？二叔，三舅公，你们怎么会？少宁凯，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深更半夜，你竟在下房做这种事情！不是的，不是的，是这个丫头，是她先勾引我，她想爬床，我是被她下药了。长老明鉴，奴婢早就察觉侯爷不安好心，连日来多次骚扰，奴婢不敢张扬，只能提前写信托人交给夫人救命。奴婢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侯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青儿申冤的信此刻就在我手中，我本想给你留几分体面，没成想你竟还要杀人灭口！诸位长辈，宁凯不仅不知廉耻，败坏门风，如今更是为了遮丑，草菅人命。邵家100年的书香门第，绝不能毁在这样一个德行败坏的人手里。完了，全完了！邵宁凯，前世你为了护住那个阮金珠，不惜污蔑我，这一世我要让你在这满堂宗亲面前，在全府下人的眼皮子底下彻底烂掉。来人，将侯爷送回祠堂静思，在各位长老商议出结果前，谁也不许见他。诸位叔伯，我今夜确实是多喝了几杯，本想回书房，不料这酒劲上头，竟走错了院子，误闯了下房。
这丫头扶我时，我只当她是府里的侍妾，这只是场醉酒的误会，何至于惊动宗亲？走错房，侯爷的书房在东，这丫头的房子在西，中间隔着2座花园，一座石桥。您这酒喝的可真是好方向感。进来吧，让诸位长老瞧瞧，侯爷这些年到底走错了多少次房。长老做主，去年中秋，侯爷也是这般，说是醉了，强闯奴婢房间，事后还威胁奴婢，若敢张扬，就卖进窑子里。这是侯爷强占奴婢后塞给奴婢的封口费，这是侯爷半月前赏的，奴婢日夜不敢带，锁在箱子里，只觉得这上面全是脏东西。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邵家100年的清誉，全叫你这个色欲熏心的畜生给毁了！拿祖宗传下来的私库银子去祸害府里的良家子，你简直是斯文败类！前世你下药害我，今生我便让你亲手毁掉你最看重的名望。各位长老，为了族中利益，我本想将此事隐瞒下来，可未曾想侯爷骚扰良家子之事，我们知道的太晚，已有大臣借此机会将此事捅到了陛下那儿去。什么？陛下宣长平侯入宫觐见。还圣上口谕，长平侯邵宁凯念尔昔日定边有功，死罪可免，着令罚俸1年，闭门思过3个月，如再有逾矩，定不轻饶。臣谢主隆恩。你这个毒妇，竟敢在背后捅本侯这一刀！那个叫青儿的婢女呢？回侯爷，还在下房关着，今晚做得干净点儿。既然他敢反咬本侯，就让他去阎王殿告状。属下领命。人呢？侯爷，属下无能。那青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出城的关卡咱们都翻遍了，也没见人影。废物，全是废物！一个丫头片子都能在你们眼子底下溜了。苏一恒定是那个毒妇把人藏起来了，他想拿捏本侯的死穴，本侯就先要了他的命。阿眠，你陪我从苏家出嫁，本该有个安稳的一生。是我没护住你，才让你在最美的年纪死在那冰冷的产台上。阿眠，我自小相伴的贴身婢女，情同手足。19年前，我怀着身孕，身体虚弱，那畜生竟借醉酒强占了早已许下亲事的阿眠。夫人，天气热，奴婢给您扇扇风。阿眠性子烈，本想以死明谏。可邵宁开为了封口，竟诬陷阿眠的未婚夫全家通敌，生生逼死了陆家上下23口。阿眠为了保住那些冤魂的最后一丝血脉，只能屈辱地留在他身边。可他做了什么？他在阿眠升做文寿后，竟然指使稳婆在那参汤里动了手脚，让阿眠血崩而亡。这些年我一直将文胜带在身边，视若己出，除了觉得亏欠阿眠之外，便是想日日看见文胜，提醒我当年你做下的恶事。邵宁凯，你不是最在乎这侯府的富贵和名声吗？阿眠，你看着，这一次我要让他跪在你的坟前，把这一身的脏皮和碎骨通通还给你。邵宁凯，你的死期到了。侯爷，这几日妾身在整理旧物，无意间翻出了文胜小时候的一件裹衣，针脚细密得很。我想起文胜的生母阿眠，她那双手最是灵巧。侯爷，您还记得阿眠吗？住口！谁准你提文胜母亲的名字？侯爷息怒，妾身只是觉得文胜这孩子命苦。滚出去！以后侯府内外谁敢再提那个名字，本侯撕了他的嘴！邵宁凯，心虚了是吗？等着吧，你的报应不会太晚。圣上，臣在核查历年京郊积案时，发现19年前有一桩灭门案疑点重重，当时定性为意外失火。可卷宗记录，失火当夜并无风雨，且23口人竟无一人逃出，竟有此事。苦主是谁？乃是当年的一位进士，夫家姓陆，其妻原是长平侯府的婢女。进士之家遭灭门，竟被糊弄了19年，大理寺卿何在？朕命你重新彻查此案，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侯爷，不好了！二公子在圣上面提了陆家的案子，大理寺已经派人去调取当年的卷宗了。怎么会？他怎么敢提那个案子？是谁指使他的？烧了，统统烧了！绝不能让大理寺的人搜到这里。夫人，他上钩了，正在销毁证据。无妨，他每日喝的药里，我加了点猛料，再加之他最近酗酒，他的身子很快就亏空了。过几日，他便只能在床上度过余生。前世你在我的药中下猛药，这一世我同样还给你。谁在那儿？这是阿年的，你怎么会有这个？少宁凯，你以为烧了书房那几张纸就能抹掉陆家23口的人命？你趁我有孕强占阿眠，他死后，你为了斩草除根，伪造罪证，逼死陆家满门。少宁凯，你午夜梦回，就不怕那23条冤魂来找你索命吗？胡说八道，这些都是假的，把证据还给我！苏一贤，你竟然在府里养私兵，你要谋反吗？不，我是在清理门户。侯爷，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腰膝酸软，体力不支？从你回京的第一天起，你喝的每一碗补药里，我都加了特制的绝育药和损肾的虎狼药。少宁凯，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孩子，你彻底废。苏一贤，你这个毒妇，我要杀了你！你这毒妇！侯爷，中风的滋味如何？动弹不得，言语不能，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在意的权势烟消云散。你不过是经历了一遍我前世的苦，怎么就受不了呢？傅侯，苏一贤，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婆子，你竟敢谋害亲夫！你杀了傅侯！他没死，只是恶有恶报。杀了你这个毒妇！我要让你给傅侯偿命！放开我！你们这些家奴竟敢对主子动手！夫人，我是太猛，快走！把侯爷和邵文渊带出去。邵宁凯，我要你生不如死！大理寺查实，邵宁凯纵火谋杀陆家满门，证据确凿，念其旧功，免死罪。即日起，剥夺其所有爵位、兵权，贬为庶人，终生囚禁于侯府别院，非死不得出。遵旨。三叔五叔，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凭什么把持着邵家的家产？只要你们支持我承袭爵位，那南边的3处铺子以后就是你们的了。文渊呐，苏一贤最近名声可不太好，外面都传是他命硬克夫，才引来了那场无名火。明天宗亲大会，只要你们带头闹，我就有办法让他滚出邵家。诸位叔伯长辈，自从苏氏进门，邵家便祸事不断，先是阮氏蒙羞，后是傅侯中风，最后更是大火焚屋。没错，这苏氏定是个妖孽，祸乱侯府。如今还想让那身份不明的庶子文胜掌权，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母亲，为了邵家100年基业，请你交出掌家印玺，带着你的庶子滚出侯府。文渊，
前日教你的百善孝为先，你这么快就忘了？废话，今天谁也护不住你。苏嬷嬷，把大公子和几位老爷准备的厚礼给大家分一分。混账！邵文渊，你竟敢私下承诺将族中的祭产私享授受！还有你，为了几两银子，竟然配合着逆子诬陷当家主母！不，这不可能！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以为你在那间烂屋子里商量什么，我不知道吗？邵文渊，你不仅蠢，还坏。亲爹还没死，你就忙着分家产，甚至不惜诋毁生母，这样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人，也配谈承袭爵位？呸！这种畜生也想当家，做梦！滚出去！邵文渊，前世你为了那点权旋出卖了我，今生我要让你在这权势的门槛前活活渴死。大喜！长平侯府二公子邵文慎高中义甲第3名，探花及第，圣上钦点，受翰林院编修。恭喜邵大人，探花及第，又入翰林，当真是后生可畏，前途不可限量啊！多谢诸位大人，文社定当律例同心，报效朝廷。文胜，你终究没有辜负阿眠的一身傲骨，也没有辜负我的万般筹谋。这探花的名头比邵文渊那个注水的状元要响亮万倍。文胜哥哥，这下好了，京城里的姑娘们怕是又要为你显坏不少帕子了。探花，编修，一个杂种也配。只要这些东西没了，我看你还怎么在圣上面前显摆。任命文书、证件、手稿，烧了，通通烧了！邵文胜去死吧！文渊，这种损阴德的事，你倒是做得越来越顺手。放开我！苏一贤，你偏心！你是这侯府的罪人！邵文渊，你原本有无数次机会，哪怕当个九品小官，也能安稳度日。可你偏要自掘坟墓，偷窃、纵火、毁坏朝廷公文。邵文渊，你这次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带走，送交官办。诸位长辈，今日召集大家，是为清理门户。邵文渊，你且听好了，往昔你执意娶商女，逼母就范，此为不孝；后来你酗酒成性，在府中寻衅亲弟邵文胜，此为不仁；更有甚者，你勾结别支，妄图篡夺家主之位。昨夜更是潜入书房，企图纵火毁坏圣上御赐文书，此为不忠不义。孽障，真是无可救药！我邵家百年清誉，险些丧于你这畜生之手。请你眼中只有邵文胜，从一开始就想除掉我，好让那野种上位。邵文渊，证据确凿，你到死都要攀要母亲吗？请主母家法处置，逐出家门。邵文渊，看在母子一场，这50两纹银够你回乡下庄子度日。从此邵家宗谱再无你名，若敢回京半步，乱棍打死，任何人不得接济。违者以此为鉴。母亲，您心疼吗？心疼？前世我被他逼死在冷院时，心就已经碎成灰了。如今留他一命在乡下苟活，看着我们步步高升，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残忍。文胜，从今日起，这侯府才真正干净了。夫人，这可是您压箱底的嫁妆，还有府中大半的积蓄，真的要悉数拨去筹建那女学？银钱死物留在这宅子里只会落灰，若是能换得这京城千万个女子的生路，便不虚此行。阿眠，当年你若也识字、懂算术、有立身之本，或许便不会被那等畜生随意拿捏了命数。传我话下去，
凡京中贫苦人家的女子，无论出身，皆可免费入学。夫人，我们这种穷命鬼家的丫头，真的能进去读书？在这儿，没有穷命负命，只有肯不肯自强的命。只要进这道门，你们就是自己的主子。谢谢苏夫人。读书识字不是为了让你们去讨好男人，而是为了让你们在被抛弃、被欺凌时有还手的力气，有生存的本事。学会了算术，你们就能管账，能经商；学会了女工，你们就能立户。女子一生不该只在后宅一方天地里等死。二少夫人如今这副模样，当真是比在侯府里当少夫人时还要美上几分。这才是苏家女子该有的模样。这一世，我不仅要换了这侯府的天，我还要让这世间千万个女子的命从此大不相同。夫人，这些姑娘虽然出身贫苦，但肯下苦功夫，这手艺已经不输宫里的绣娘了。手艺好是基础，样式更要新。告诉姑娘们，这不仅是衣裳，更是她们挺直腰杆的底气。前世，女子只能依附夫家求生，这一世，我要让她们手中的这根绣花针，变成她们劈开命运的利剑。这件暗花细式褶缎裙，本小姐要了。抱歉，小姐，明德的女工每月只出3件精品，这一件已被宫里的娘娘定下了。这些全都送到我的船上，我要带回鞋坝，送给我们的王妃。名声已经出去了，告诉他们，赚到的银钱一分不少，全发到他们自己手里。足足5两银钱，竟是我1个月就能赚到的。以前我只能靠为人缝补，1个月才赚几文钱。死丫头，赚了钱不拿回家给老子买酒，拿来！这是我辛辛苦苦熬夜绣出来的命钱，你有手有脚不去干活，凭什么抢我的？你敢顶嘴，看老子不打死你！明德的规矩是，女工受辱，工坊必究。你是想去顺天府吃牢饭，还是想滚？这一世，我见过了太多哭泣的眼睛，如今我终于看到了他们挺起的脊梁。少宁凯、阮金珠，你们看了，这世道终究不再是你们那种人能遮天蔽日的地方。明天再去开一间养济院，那些无家可归的弃妇，说明德管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少门苏氏遗贤，宅心仁厚，开女学，设工坊，泽庇苍生，使万千女子自食其力，实为天下女性之楷模。特册封苏氏为1品诰命侯夫人，赐金册金宝，赏良田万顷，黄金万两，并令礼部制定章程，于全国推行明德女学。臣妾苏氏叩谢圣上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夫人，圣上说了，您不仅换了一个侯府的风气，更是换了这大长朝女子的命数。这份功德，圣上记着，心也记着。是圣上英明，能容得下女子的这点志气。母亲，从此以后，再无人敢轻看您半分。前世，我死于3尺白绫，名声尽毁，母家蒙羞。这一世，我亲手撕碎了那份虚伪的体面，却赢得了这天下万世的尊荣。天行健，女子当自强不息。少门苏氏持家克勤，教子有功，更兼心怀天下，设女学开支坊，不仅活千万贫女，更打破女子无才之陈规，实乃国之大幸。朕今日亲赐苏氏1品凤冠霞帕，加封为贤德夫人，特许入宫不跪，见朕不拜。圣上英明，恭喜贤德夫人。前世这张大殿是我连梦都进不来的地方，今世我不仅站在这里，
还要让这天下所有被轻贱的女子都能挺直了脊梁。臣妾叩谢圣恩，臣妾今日冒死还有一求。夫人请讲。臣妾能有今日，全赖昔日陪嫁小贵阿冕舍命于护主，他一生贞烈，却惨死于污名之下。臣妾恳请圣上昭雪旧案，追封阿冕为贞烈淑人。好一个有情有义的苏轼！准奏，追封鹿门阿冕为贞烈淑人，载入府志，永垂不朽。臣代王母谢圣上隆恩，谢母亲全节。快看，那是贤德夫人，是她给了咱们女子一条活路啊！千古第一贤夫人，苏夫人万岁！老师恩重如山，吾辈永世不忘。阿冕，你看到了吗？你不再是那个无名无姓的丫鬟，你是受万人敬仰的贞烈淑人。前世我死于黑暗，今生我不仅为自己报了仇，更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姑姑，这乡下的地气虽冷，心却是静的。心静了，眼就明了。母亲，儿子错了，文渊真的错了，我不该听那阮金珠的话，不该害您。母亲，您带我走吧，我快冻死了。邵文渊，你我的母子缘分早已经尽了，从此你不再是我的儿子。给他留一袋粮食，50两碎银，活着吧，看着这世间，看你是如何被你最瞧不起的女子们彻底落在了身后。祖母，咱们接下来去哪里？去天亮的地方。